哎，萧良姐，我想我们是时候来一场真正的对决了吧？还没到时候。为什么？不中听的话要不要听？说吧。刚和你联机，我发现一个问题，你每次加速的时候都非常不稳定，除非你能克服这个问题，不然你是斗不过我的汽油联机宝的。游戏机联机加速不丢包，用汽油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照玩游戏，我是聂俊。看到这个标题，很多人或许立马就会联想到这一期要聊的话题是文明系列啊，没错啊，我们在去年经营模拟游戏为什么这么好玩的视频里面就埋下了这个坑，说哪天我们来聊文明，并且把名字取为天亮，今天就是来填这个坑的。其实我原本是打算等到文明7公布之后，趁着新作还没发售，趁着热度再做这期视频的，因为我算了一下6发售的时间啊，差不多要公布7了，结果想不到7没有等来，等来了6的新 DLC 以及登陆了 NS， 哈哈，那也行吧。不过 DLC 和登陆 NS 并不是真正做这一期视频的原因啊，真正直接原因是本来这个星期呢，我们计划是做辐射76的，结果玩了好几天发现，这跟辐射4没太大区别嘛。基本就是辐射4的大型多人 DLC， 辐射4的有的缺点呢，它都有啊，甚至更多。而76的乐趣呢，也和辐射4基本是一样的，就是收集物资和探索废土。不能说完全不好玩，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玩家会喜欢，但是基本就是辐射4的延续。喜欢而且还没玩腻辐射4的，或许可以试试。但是但凡想看到点进化的朋友呢，都不用考虑太多了。而另一方面，虽然很多人还在说，我们 Gameker 会不会测评这个啊，测评那个啊，或者测评的不全面啊，测评的不公正啊什么的，但是其实我们很早在1年前就基本不用测评这个字眼了，更多是鉴赏和聊某个话题。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聊最新出的游戏，还是老的系列，都不以测评的角度出发，而是去赏析和拓展话题。因此，只要这个游戏的缺点没有大到严重影响体验的，比如上期《河洛群侠传》的优化这种严重问题，我们一般不会去把一个游戏的缺点一一列举出来，而是去鉴赏它的优点里面最独特、最不能替代的部分，并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告诉大家这个能给玩家带来什么样的体验，以及背后对游戏界的影响。所以在这强调，我们早就不做测评了，我们甚至不会把新游戏的缺点都列举出来，所以并不全面也可能会有人觉得我们在跪舔，有人觉得我们一味的只是夸。但是我个人觉得，聊了这么多游戏了，以前也做过测评，如果一直测评，那其实一大半的文案可以复制粘贴哈。与其抓着很多其实是业界共有的缺点死死不放，还不如好好去发掘每一个独特的优点是否值得肯定。那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的话，辐射76，就真的没什么好聊的啊。首先不是测评，没有必要出一个游戏就做一个视频，而76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值得做一期视频来吐槽的缺点，无非就是 bug 多，任务比较单调，没有 NPC 这些。而优点，独特的体验方面呢，不是没有，但是和辐射4基本一脉相承甚至完全一样。那我在辐射4那一期早就把它的优点给说过了，甚至那时候还可以像个测评，把缺点也吐槽了。所以聊76，那基本是把视频重复一次没有意义。所以呢，我们就把这个视频的计划给取消了。而精灵宝可梦来时狗呢，又刚发售没多久来不及做，怎么办呢？我们就看看已经准备好的文案里面，发现文明系列，之前挖了坑，刚好最近 NS 版公布了，而且我真的买了这几天玩的没日没夜的，有了新的感受。在我录这个画面的这一天，还公布了新的 DLC，官方还挺配合我们的嘛，对吧？那就把这个坑给填了吧。所以同样固然文明系列再伟大，但还是有缺点的，比如 AI 弱智外交系统死板后期又卡又重复等等。但是这一期不是测评，我们不会抓这些点不放因为就算有这么多缺点，这个系列依然能成为经典，就足以证明它的独特体验能够掩盖这些缺点。所以我们还是聚焦在鉴赏这个系列到底能给玩家和业界带来什么不可替代的回忆。文明这个称呼其实只是这个系列的简称，它的全称叫做再玩一回合我就睡觉了。怎么天亮了？
哈哈，这个已经是老梗了，但是没办法，这个梗必须玩啊！现在认真点，它的全称叫做这个回合结束就去看世界杯开幕式，法国队夺冠了，我们真的要认真点了啊！它的全称叫做要关电脑了，和妹子约会的时间到了，我的头发怎么绿了？还有完没完？ I could do this all day. 好，再给我们最后一次机会啊！这次一定认真。在历代的 logo 上面都有行小字，这个小字是一个人名 Sid Meier， 中文叫席德梅尔，然后接一个所有格，所以全称是席德梅尔也玩到了天亮，嘿嘿。席德梅尔的文明，因此第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席德梅尔是何许人也呢？他是否讲文明呢？游戏界的名人不少啊，但是会在游戏名之前冠上自己名字的却屈指可数。除了席德梅尔，也就汤姆克兰西的育碧全家桶比较让人印象深刻。至于什么托尼霍克滑板、克里麦克雷拉利、塞巴斯提安拉利赛等等名字我就不提了。另外，我一直觉得以小岛秀夫的性格，他的游戏也应该冠上小岛秀夫的才像样吧。比如小岛秀夫死了也要搁浅。而这些冠名的名字里面，不算小岛秀夫其实只有席德梅尔是真正开发游戏的。其他的都要么是挂版权，要么是挂着名头，并不能代表实际游戏的品质和风格，也没有多少号召力。而席德梅尔就不一样了，他是游戏界著名的制作人，冠上这个名字的游戏虽然不能说都是神作，但是一定都是杀时间的精品啊。席德梅尔早期所创办的公司 Microprose 一直都是开发模拟类游戏什么打飞机打潜艇之类的，而且每一款在当时都是广受好评的经典，因此在那个时候席德就已经积累了很高人气。然后有一天他带领开发了一款新游戏海盗，相比于驾驶类的模拟，这款游戏更加偏向于经营和养成，属于换了一个新领域。然后公司因为担心这个新类型的游戏会让玩家觉得陌生，公司的合伙创始人就想出了这个主意把席德梅尔的名字放在游戏前面，来向玩家保证质量，因此游戏的名字就是席德梅尔的海盗。这让当时很多人以为席德梅尔就是个海盗头子，而实际效果也的确非常好。这个游戏当初直接卖爆了，也算是游戏界最早一批使用粉丝经济的吧。其实席德本人还是比较内敛不张扬的，所以一开始其实我是拒绝的，但是后来也真香。从此这帮人乃至后来公司经过被收购、离职、重组，最后归到 Take-Two 2K 旗下等一系列问题，大部分他们的游戏都会冠上席德梅尔的名字，而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席德梅尔的文明。而事实上，后期很多游戏并不是席德自己负责开发，文明系列从第2代开始就全部交给别人来领导开发，席德只是负责总的监制。不过好在整体还是能保证不错的品质，没有砸到这个招牌。文明初代是席德在1991年倾全力开发的作品，从此玩家就开始遇到突然就天亮的灵异事件了，可见游戏品质和口碑有多高。文明系列属于 4X 游戏，什么是 4X 游戏呢？就是取4个单词里面共有的 EX 开头 ，Explore 探索 ，Expand 扩张 ，Exploit 开发 ，Exterminate 征服。从这4个单词就能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策略模拟类游戏。或者说，自从这个 4X 概念被提出来之后，所有的策略模拟类游戏都有意无意的遵循这个架构不过要我说现在的游戏大多都符合这个架构，已经很难用这个古老的解释来盖脱这个游戏的魅力我在这里提出新的 4X 的解释，并且国际化一点，用中文来解释。首先是嫌弃。每当文明系列新作发售，第一个反应就是我靠，真讨厌，又想来压榨我的时间不要，你走开。然后进入第2个阶段，你会一直想着这个游戏，或许已经和自己斗争了很久，但是有一天 Steam 打折受不了了，买。然后第3个阶段，你深深的陷入了这个游戏，尽管它有很多不足，有不少缺点，但仍然无法自拔。最后进入了第4个阶段，真香。最后连续经过了好几天，你觉得不能再这么颓废下去了，终于挣脱了这个游戏，回到了正常的生活，你会又开始嫌弃这个游戏，垃圾游戏，差点毁了我一辈子，然后重新进入一个新的循环。所以嫌、想、现、香是我对 4X 游戏新的解释。谢谢大家。而这一切都中了席德梅尔老贼的阴谋了。当然，这里只是简单介绍一下席德梅尔这个名字抬头的来源，作为一个敲门砖。更多他的生平履历和资料，各位可以很容易的搜索到，我在这里就不再重复了。事实上，在 4X 游戏这个类别里面，文明系列并不是最优秀的，至少在爱好者眼里，还有很多同类游戏更加值得把玩。写实类的有钢铁雄心、欧陆风云，
科幻类的有《银河文明》《群星》等等，甚至同是出自习得之手的另一个4X 游戏《半人马星座》，在当时都有着很多忠实拥趸。有趣的是，《文明2》里胜利条件除了征服全地球之外，还有一个就是科技胜利，让自己的国家完成太空远航的科技，成功殖民半人马星座，然后半人马星座这个游戏就开发出来了。这之间的联系，细想一下非常有趣啊！不知道住在半人马星座的三体朋友知道后有什么想法呢？三体的朋友发个弹幕，留个评论说说呗。虽然文明系列不是 4X 游戏里面最优秀的，但是不妨碍它成为这个类型里面最大的明星，知名度最高，玩家覆盖最广，销量也最高。这里面有一部分原因是文明系列相较其他同类，在系统的复杂度上有所简化，比较适合新人进入游戏。同时，画面也比同类精美一点，更能抓住人眼球。但是这些都不是根本原因，毕竟同样系统简化、画面精美的 4X 游戏也有不少啊。在策略游戏、经营模拟游戏、回合游戏日益衰落的当下，在快节奏游戏、竞技游戏、火爆射击电影化游戏盛行的当下，文明系列不仅没有慢慢消亡，反而随着星座的推出，品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新玩家尝试这个游戏，并丢失了自己宝贵的初夜，然后成为文明系列的始终，期待着下一代的来临。就可见文明系列一定有着它独特的魅力，以至于虽然很多游戏其实也能让人忘记时间，玩个通宵，但是再来一回合就天亮这个梗却成了专指文明系列，不会再代表其他游戏。因此接下来我们就来鉴赏一下文明的独特魅力。我个人是从文明2开始入坑这个系列，当时是被大众软件给坑害的啊。那时候文明2是没有中文版的，而当时我才初中，对于一个常年英语不及格的初中生来说，一开始是玩得半懂不懂的。但即使这样，对于极度热爱经营模拟、极度狂热于模拟城市3000的我来说，文明2的超大时间跨度还是深深地吸引了我，以至于我后来为了玩懂这个游戏，硬生生地背下了将近3000个单词和上千个短语，直接帮我提升了30分左右的英语成绩，并保持到了后来。可见当时这游戏对我有多么强的吸引力啊！在当时我不懂什么是 4X、平衡性、AI 强弱之类的东西，我也不知道文明这个系列在游戏界是什么地位。文明能吸引我的第一魅力，我想也是大多人被吸引的第一要素，就是跨越了整个人类文明的时间尺度。电子游戏在现在看来是很普通的东西，但在当时电子游戏的懵懂时期却有着更加神圣的含义。它代表着虚拟世界的大门，代表着无限的可能。所以当我接触到一款能涵盖整个人类文明的长度，以及跨越多个文明体系的广度的游戏时，那种仿佛触摸到未来的虚拟世界的神圣感充斥于心。这种感觉也是当初第一批游戏开发人共有的心态啊。是的，这种跨越超长时间和超大广度的游戏，至今仍然是文明系列最强大的魅力，至今都无人能敌。虽然后来有了包子等等模拟整个宇宙的游戏，甚至于很多科幻游戏的时间跨度更长，但是任何一个虚构的作品，不管其背景设定多么细腻严谨，都远没有真实世界的历史来得那么厚重。或许很多人并不喜欢历史啊，历史成绩很差，上课就犯困，但是这只是对历史课的授课方式不喜欢，而事实上几乎没有人不喜欢历史故事，因为了解过去是我们的天性。因此当玩家在游戏里能触摸到整个人类文明时，不管是重走一次自己所属的文明，感受祖辈的艰辛，还是体验陌生的文明，领略异国要面临的不同困境，都会觉得这比任何虚构的故事背景要更加鲜活。这就是我们人类用自己血肉构建的文明。不管其他 4X 游戏多么优秀、平衡严谨，都很难超越文明系列这个巨大的优势。因此玩家在游玩的时候都会不自觉地想要继续发展下去，看看自己控制下的这个文明会如何发展，是按照现实重演历史，还是走向另一个拐点，都让人无比惦记，操碎了心啊。似乎只要这个文明还没灭亡，香火还在延续，就不舍得关掉电脑，停止它的脚步。因此没完没了，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看着它慢慢长大，直到天亮了。当然这种对自己控制的文明患得患失的情感，只有在初期玩文明或者每一代的前几盘会有啊，成为老司机之后，这种新鲜感就消失了啊。剩下的就是研究套路、战术打法、挑战神级难度等等啊。所以这个点魅力虽然大，但是无法让系列一直都是时间黑洞。接下来还是要靠游戏本身设计上的魅力。
文明初代一开始是想做成模拟城市那样的计时制，谢天谢地，最后变成了回合制啊！以文明在后期的运算量，要是做成计时制，还不得用天河超级电脑才能跑啊？而回合制的另一个好处是，它把玩家的任何行为都分成一个小阶段，并且给出了非常准确的完成时间回馈。还有多少回合，我们的重要科技就要研发完成了？还有多少回合，首都的伟大建筑就要竣工了？还有多少回合，当今世界最牛逼的兵种就要诞生了？等等，各种准确的时间节点一直存在着。结果就是玩家对每一次的下一回合都抱了期待，所以下一回合就睡觉的实际情景是：等我完成了这个神迹就睡觉，等我解锁了这个科技就睡觉，等我攻下了这个城市就睡觉，等等实际的期待啊。但玩家突样突生破的是，在某个目标完成之前，另一个目标可能就在无意中开启。当你终于达到目标后想睡觉了可能随便看一眼，发现原来不知不觉还有2个回合，我的巨大工程就要结束了。那不如再等2个回合呗。结果就这样，回合复回合，回合何其多。少年啊，天亮了。然后再深一层，以上说的回合制的年子里，那其实其他回合游戏也有啊。这里就要提到文明另一个非常天才的设计，这是席德梅尔曾经在一个采访里模糊的提到过，而我结合我学过的游戏设计的一些理论知识总结出来的，那就是合理的简化系统。我靠，这不是废话吗？老师，我们怎么安排学习计划啊？合理安排学习计划，这说了跟没说一样啊！别急，简化我们的理解。文明的确比其他硬核4X 游戏要简化，但是怎么才是最合理的简化呢？怎么才能不会简化过度呢？这个系列还真的有一套一直遵循的标准，我总结出来就是2句话：一，单一画面以保证游戏的流畅感；二，在任何界面停留的时间不能超过30秒。这2句话什么意思呢？现在说第一句，在文明里面，玩家基本上只对着这个大地图，就算某几代可以进入城市画面，也是在大地图上进行缩放。游戏基本不会进行场景上的切换和读取，战斗、内政、建设、城市管理都在这个大地图上完成。如果某个机制比如战斗需要切换到另一个场景，那么这个机制就过于复杂，需要简化。这个标准能给玩家提供毫无割裂感的体验。用杜蕾斯的广告词来说，就是德福纵向丝滑。这方面的反面教材，全面战争系列算一个全面战争也很有历史底蕴，也是回合制，本身也具备玩到天亮的实力。但全面战争系列每一次的战斗都需要长时间的读取，然后进入完全不一样的界面和系统。这种断层感会下意识的提醒玩家：你困了累了没有啊？要不要停下来喝个东鹏特饮啊？当然，这不是全面战争的缺点，这是它的特点。毕竟局部作战才是这个系列的核心。制作组这样做是合理的舍取，并且也提供了快速战斗功能。因此，全面战争系列仍然是优秀并且设计合理的作品期待三国到时候我们肯定好好的聊聊。而真正是反面教材的，应该是我们的太武绘卷了。大地图是一个系统，村庄管理是一个系统，战斗是一个系统，练武读书是一个系统，触发事件是个系统，抓蛐蛐斗蛐蛐又是一个单独的系统。频繁的切换系统和界面，不仅让玩家确实感受到系统复杂，也下意识等于在提醒玩家，这是个退出游戏的好时机。而主创每一个东西都不舍得抛弃，也导致了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一个完整的新系统来承载。所以很多人说太武绘卷繁琐，繁琐在哪里呢？就是繁琐在每一个东西都要动用一套新系统。所以太武绘卷如果要简化，怎么样才是标准？可以尝试学习文明系列，尽量简化到不需要频繁进入一个新系统。刚才不是还有第2句话吗？纵向丝滑是任何界面停留时间不超过30秒，这是文明系列第2个简化标准。纵使第1个标准已经足够把游戏的系统简化，但是难免还会有独立的界面，比如科技树界面、行政树界面、城市建造界面和制作精美的打嘴炮外交界面。第1个标准能做到这些，都真的只是一个界面，而不需要单独调用一个系统逻辑。但文明依然把每个界面都尽量做简化，简化到每次打开这个界面做决策时，不需要考虑太久，几个按钮就能下完决策，然后迅速返回到大地图界面。这个过程尽量不要超过30秒。这属于游戏节奏的范畴很微妙，很不显眼，但是却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任何类型的优秀游戏都遵循着一个简单、上瘾、舒服的节奏。比如大名鼎鼎的光环系列就有一个很优秀的节奏至少在棒基础子开发的时候
那就是把每一场小规模战斗控制在30秒左右结束，要么是好几个低级兵种，要么是1-2个高级兵种，结束后再探索个30秒，然后进入下一场战斗，以此不断循环。这种优秀的节奏同样让光环系列一开完就停不下来啊。而这方面的反面教材依然是太武绘卷不好意思，毕竟我们都希望太武绘卷能够更加优秀嘛。太武绘卷每个界面都过于复杂，让玩家很难在30秒之内摸透，然后做出决策。结果就是玩家会根据自己的节奏大概也是30秒内关掉界面，因为根本就看不下去啊，直接忽略了这个界面。文明系列同样在每一个需要做决策的点都有了自己独特的节奏，并以此来做简化的标准。如果太快，那过于简单；如果太久，那过于复杂。因此在众多回合制游戏里，文明系列总是有着特别流畅的感觉可惜游戏后期复杂的算法让回合之间 AI 行动阶段的等待时间过长，以及后期程式和单位过多不能托管，必须要全部手动管理，导致大量重复操作，后期稍微破坏了点这种流畅感但也谢天谢地因此你还能感受到天亮了。如果连这些缺点都改进了，那以后就是怎么又天黑了？所以综合视频直到现在提到了3个观点：以人类文明为背景的渲染力，以回合制和精确的时间反馈让游戏不断有期待，合理精妙的简化标准让游戏有着停不下手的节奏。3个合在一起成就了天亮文明。而其他的同类游戏要么缺乏其中一个，要么就算全学到了都很难达到文明的高度。这就是游戏界不可多得的瑰宝，值得每个玩家去体验，也值得每一个开发者去学习。上面聊的都有点理论项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无聊但是没办法，我就想从技术层面分享一下文明系列为什么这么吸引人。而接下来聊点感性的这个系列给予我们的情感。文明系列做到现在，正统作品也有6部了很快的时间也有27年了。第一作是在1991年，天哪，1991这个数字感觉多么的遥远。在这27年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变化仍然在加速。文明系列记载的是人类将近1万年的沉浮，每一个生命的陨落，每一段记忆的传承，每一次扩张踏出的脚步，每一场战争挥洒的鲜血，每一句伟人留下的名言，每一种新思想引发的变革，都记在这几十个 G 的游戏里，供我们回味、感叹和骄傲。但另一方面，文明自己的变化也同样记录着我们人类对自己文明的认知的变化。文明1里唯一的胜利条件是征服胜利，但随后的几代里，我们有了科技胜利，有了文化胜利，有了宗教胜利。这代表着我们越来越明白，战争不是最好的手段，世界是多元的，没有谁能够征服谁。文明2里，科技胜利的条件是殖民半人马星座，而在文明6里，科技胜利的条件是殖民火星。这反映了20多年前人类对科技发展那有点过于膨胀的信心，似乎登陆了月球，下一步就是征服整个宇宙。而现在的我们在太空远航方面遇到的挫折，再次让我们明白自己的渺小。但火星如此具体的目标，却又证明了我们实打实的进步。这小小的改动反映了人类这27年变渺小了，也变强大了。在前几代的文明里，可以进步的只有科技树，而现在的文明里，除了科技树可以攀爬，还有政策树，有宗教树可以追寻。这是不是说过去科技大跃进式的时代已经放慢，人们在科技后再次回归到了人本主义和更加注重自己的内心？在过去的文明里，劳工是用不完的单位，从远古时期的工人可以用到信息时代，导致后期大量工人没事干了。但在最新一作里，工人的劳动力有限，消耗完的劳动力就需要再花钱雇佣工人。最后是否证明了在这将近30年来，个人的权利和空间越来越被社会看重，个人的能力也越来越强大？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进步，同时也反映了工作不是我们的全部，生活或许真的有诗和远方。这种每一代之间耐人寻味的改变还有很多很多。这些改变从小看是游戏设计的改进，从大了看却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因此我非常热衷于对比每一代新文明出现之后，我从中能看到的变化，它可能就是世界观念上的转变。那如果文明系列继续做下去，10代、20代、50代之后呢？未来的人如果想研究这100多年来人类社会的变化，
文明系列这个电子游戏可能就是最系统、涵盖面最广、跨越时间最长，而且是最生动的一本教科书。当电子游戏在重构历史的时候，它也在记载着当下的历史，甚至书写着未来的历史。当初那3000个单词还真没有白背啊！